And I thank God I'm breathing, and I pray don't take me soon, 'cause I 大家好，我是镜子姐。南法的第3天晚上，历经一些波折，我们终于从普罗旺斯到达了蔚蓝海岸。想知道那天详情的朋友，请去看第1期视频，山路险，人心暖。今天是南法第4天，上午我们用一场4分钟的火车之旅，開啟了這個像夢一樣的小城安提布。安提布小城距離尼斯20多公里，擁有迷人的老城與海港。它有着南法典型的本土悠閒氣息，和附近的尼斯、加納相比，這座小城的美是那種沉靜的、帶着歷史氣息的古典美。安提布的老城像是被時光遺忘的角落，每一步都是風景。有人說，蔚藍海岸的喧囂，在踏入安提布的那一刻，便被關在了古老的石牆之外。這裡沒有寬闊的大道，只有被陽光切成碎片的小巷，和空氣中海鹽與咖啡混合的香氣。把你的地圖收起來吧，在這裡，迷路才是最好的導航。安提布很小，但它的歷史卻非常長，從古希臘時期它就存在。當時的希臘人稱這裡為 Antipolis， 意思是對岸的城市，因為它面對着尼斯，是當年地中海貿易航線上的重要據點。後來羅馬人也來這裡建城、修路、蓋城牆，所以你今天看到的這些窄窄的小巷和石頭鋪路，其實都是按照古羅馬城鎮的格局延續下來的。巷子為什麼這麼窄？因為在古時候這樣才能擋風防曬，也方便居民互相聯繫。再往後到了中世紀，這裡變成一座需要防禦海盜的海港城市。老城裡的很多房子外牆看上去厚厚的，窗子很小，就是為了防禦海盜襲擊而建。今天我們走在老城區的街巷裡，會看到五顏六色的百葉窗、石漆的外牆，花草從2樓的陽台溢出來，這些其實都是延續了傳統普羅旺斯建築的特點。看似隨意，卻是幾百年歷史的痕跡。安提布的街巷之所以讓人覺得特別有味道，就是因為它把古希臘、羅馬、中世紀、普羅旺斯的風格都靜靜地留在了同一個地方。安提布擁有法國最完整的古城牆之一，這要歸功於軍事工程師沃邦。他是路易14時代的防禦工程大師，曾將安提布打造成一個堅不可摧的海軍基地。这个房子就是毕加索房子嗎？就這個？
看，這是畢加索曾凝視過的海，他在這裡把地中海的陽光和海浪永遠地留在畫布上。今天我們走在他曾漫步的城牆上，腳下是千百年來守護着老城的巨石，眼前是同一片永不疲倦的蔚藍。安提布的精華全在這片海，站在岸邊，你就能明白未來海岸這4個字的真正含義。空氣中彌漫着海水的清新和古老的氣息，每一帧畫面都像是歐洲的古典油畫。畢加索博物馆所在的格里马尔迪城堡本身就是城牆的一部分。1946年，畢加索在這裡創作了無數作品，並直接將這個工作室稱為我的家。這被安提布保存了數百年的古老海牆，一邊是藝術的堡壘，一邊是無盡的地中海，這種感覺真的太奇妙了。因為時間不趕趟，我們與大師的博物館擦肩而過，但能走在激發他靈感的同一條海岸線上，也算是一種隔空對話吧。在去找畢加索的路上，我們被這個大家伙攔住了去路——安提布聖母大教堂。說實話，在遍地是教堂的南法，你可能會有點審美疲勞，但推開這扇門，還是會被震撼一下。想想看，從公元5世紀的基礎，歷經1000年建設和重建，它就像一棵不斷生長的樹，每一代人都在這裡留下了自己的痕跡。海盜來過，國王來過，畢加索可能也從門口經過。它不像是一個景點，更像一個沉默的守護者，看着一代代安提布人出生、結婚、離去。我們用10分鐘路過他的一生，這種感覺還挺神奇的。安提布的老城墙，我們來到了著名的沃邦港。這裡是歐洲最深的遊艇港，一個停泊着頂級財富與夢想的避風塘。當17世紀軍事工程師沃邦建造的防禦工事，與21世紀人類工業與奢華的結晶靜靜對望，時間仿佛在這裡失去了線性。歷史與當代，堅固與流動，靜謐與張揚，所有矛盾的元素在這個港口達成了微妙的和諧。安提布比我想象的更大，這次我們只探索了它古老的心臟老城區。在不遠處的安提布角，其實還藏着絕美的海岸徒步行徑和傳奇的富豪別墅。其實在安提布，最好的活動就是漫無目的地穿梭在老城小巷，坐在城牆上看海，或者在港口邊發呆。但是這一次我們還是太過匆忙，也許是為了下一次旅行特意留了些懸念有跡可循吧。
帶着安提布贈予我們的這份寧靜，我們又一次乘上火車出發，前往一個截然不同的世界。僅僅20分鐘的火車，我們卻像穿過了一條時空隧道。當雙腳落在世界聞名的電影之城加納的土地上，空氣的密度都仿佛變了。安提布的寧靜海風在這裡瞬間被一種名為奢華與慾望的荷爾蒙所取代。怀着对這座城市的憧憬，我們找到了一家在 Google 上評價很高的海鮮餐廳，準備享用一頓海鮮拼盤大餐，但現實卻給了我們重重一擊。可能因為我們錯過了正午，廚師們都休息了，結果是只有冷的海鮮，味道很是一般，但價格卻絲毫不打折。更讓人糟心的是，用餐全程都被周圍的蒼蠅環繞，就餐體驗差到了極點。這家高評價的餐館成了我們這次南法之旅最大的滑鐵盧，性價比不高，體驗糟糕，旅行的失望往往就在這種期待和現實的強烈反差中誕生。不過加納很快又用它標誌性的場景將我們拉回了他的劇本，沿着這條星光大道漫步，每一步都踩在巨大的名氣與財富之上。陽光、遊艇、奢侈品，還有那些你叫不出名字的豪車，這一切共同構成了一場永不落幕的關於美好生活的盛大展覽。
我們跟着人潮向水滴匯入河流，穿過一個又一個閃耀的橱窗。這些橱窗裡陳列的不再是簡單的商品，而是對某種生活的明確標價。当我们从海滨的喧嚣舞台悄悄退場，我們繼續在城裡漫步，來一份簡單的冰激凌，感覺卻比任何大餐都能帶來真實的滿足感。也許只有冰淇淋才讓我們感覺到了地氣，而海濱大道裡的富麗堂皇對我們來說卻是一個格格不入的世界。我們路過了那座著名的老佛爺百貨，本以為會像巴黎那樣人潮湧動、熱鬧非凡，但走進裡面一看，卻幾乎不一人。這種場景和海濱的喧囂形成了巨大的反差。帶着對戛納浮華與反差的複雜感受，我們乘火車回到了住處。一天的喧囂落幕，但大自然總會留下最溫柔的饋贈。在住處附近的海灘，我們看到了這片絕美的晚霞，再多的浮華與失望，都在這片寧靜的暮色中得到了治癒。南法的第4天，在古典與奢靡的交織中結束，以這片溫柔的晚霞畫上了最美的句號。謝謝觀看，下期再見。